在九重子最新的剧情中，宋汉出人意料的黑化了。剧中渣爹天花板的英国公宋宜春，无疑成为了全剧最大的一个笑话。先是将外室李咬娘所生之子宋汉偷偷替换成正妻蒋惠孙之女，将其女遗弃于荒山野岭，生死不知。再是在蒋惠孙病重之际，知道蒋惠孙喜甜味苦，于是利用甘草蜜饯和大戟相冲的病理特性，让蒋惠孙在不知不觉中慢性中毒。当蒋惠孙无意间听闻亲生女儿被他调换的真相时，他竟丧心病狂地联手宋汉，残忍地将他掐死。而后他一不做二不休，诬陷亲生嫡长子宋默于府中婢女有染，在帐上涂上怨憎会之毒，无情地杖打宋默，妄图夺取宋默的性命。其心之狠毒，令人不寒而栗。宋宜春种种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一是为了给外室李咬娘一个名分，二是扶持宋汉成为英国公。然而宋宜春把宋汉视作心头肉，为了给宋汉铺平道路，将宋默母子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无所不用其极地置他们于死地。让宋宜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宋汉知晓了自己是宋宜春和外室李咬娘所生，反而助长了他的自卑和仇恨。他根本就不想认李咬娘这个母亲，也极度厌恶私生子的身份。原本他跟宋默一样，是英国公府上堂堂正正的嫡子，有着文武双全、出类拔萃的哥哥宋默，有对他关怀备至、疼爱有加的母亲蒋惠孙，还有个声名显赫、手握重兵的舅舅定国公蒋梅孙。这样的出身和家庭环境，本该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可宋宜春告知他那不堪的私生子身世后，他被迫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挣扎之中，一次次违背自己的内心去说谎，去做那些自己极不情愿做的事情。在李咬娘自杀、宋宜春暴毙之后，宋汉在短短数日内陷入了父母双亡的悲惨处境。和习惯了冷眼、受尽了委屈的哥哥不同，宋汉从小被宠爱、被呵护，不明真相的蒋惠孙一直对他视如己出，自私自利的宋宜春也对他偏爱有加。宋汉没有尝过人间的疾苦，没有见过世事的多变，突然之间双亲撒手人寰，他一时之间自然难以接受。就像宋默对窦昭说的那样，汉帝到底年幼，短短10日连丧考妣，的确难以承受。宋默对弟弟给予了足够的理解和宽容，但宋汉的回报却是1秒黑化，彻底不装了。一个人的黑化，改变的从来都不是眼影和嘴唇，而是充满杀意的眼神。宋默对弟弟的悲伤感同身受，而弟弟的心里却尽是复仇。宋默可能永远也想不到，宋汉父母之死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在蒋惠孙死后，宋宜春做起了一家3口团团圆圆的美梦。按照他的计划，没有了蒋惠孙的掣肘，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和李咬娘在一起。他借着给宋汉找琴艺老师的名义，安排了一场母子相认的大戏。宋宜春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人把面具戴久了，就再也揭不下来。宋汉习惯了国公府嫡次子的身份，就再也不愿意承认李咬娘这个亲生的母亲。就像杨康当上了金国小王爷，就再也不愿认下亲爹杨铁心，再也不愿回到大宋牛家村。在宋汉看来，认亲不只是一家团聚这样简单。多年以来，他在英国公府之所以能够人人待见、威风八面，靠的就是嫡子身份的加持。认亲就意味着要失去既得利益，还要背上了奸生子的骂名。在利益和亲妈面前，宋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李咬娘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了10数年，终于等到了云开月明的那一刻。谁料儿子却不愿承认自己这个母亲。咬娘一声声的哈儿叫着，但是宋汉却用一句冰冷的离夫人，彻底与母亲划清了界限，也将她逼进了死亡的深渊。无路可退的李咬娘只能选择上吊自杀。宋汉逼死了母亲，像是按下了命运的总开关。宋家父子3人就此彻底反目。在宋宜春被下狱之后，他终于明白，官场堪比龙潭虎穴，争斗就是你死我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临死之前，宋宜春对着宋汉说了一番掏心掏肺的话：哈儿啊，爹不能陪你很久了，以后这世间的路你要自己好好的走，爹给你一个忠告，远离朝堂，做一个凡夫俗子。宋宜春是独情深，儿子却并不买账。对于父亲的良言，宋汉立马反唇相讥：凡夫俗子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做英国公呢？你自己一败涂地就算了，凭什么剥夺我向上爬的权利？从这一刻开始，宋汉彻底完成了黑化。他咬牙切齿，
面目狰狞，像是一个入了魔道的少年，甚至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在人生的前18年里，宋汉和哥哥宋墨之间兄友弟恭，和谐相处。他像是天真无邪、人畜无害的小白。短短的数日之间，他逼死母亲，气死父亲，像是换了一个人。宋汉的黑化，只因为宋宜春的一句话：远离朝堂，做一个凡夫俗子。任何一个人的欲望都不是1、2天就能疯长的。以前的宋汉之所以看着没有野心、没有欲望，是因为他躺在宋宜春编织的争储夺嫡美梦里。彼时的宋汉内心也渴望成为世子，继承爵位，但是有了宋宜春鞍前马后、设局做套的运作，他可以装作毫不知情、满不在乎，顺便还能博得美名，坐享其成。在他看来，父亲与自己，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老父亲当起了恶人，他也乐意扮作小白兔、傻白甜的形象，所以他才会在宋墨面前扮好人，装可怜。毕竟宋宜春忙得焦头烂额，都是为了他的未来在铺路，既能拿下柿子摘桃子，又能和哥哥套近乎。宋汉这又当又立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就算父亲和哥哥闹得满城风雨，父子成仇，他还可以一脸无辜地说：陷害哥哥，谋夺世子，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只是宋汉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在宋宜春临死前劝他远离朝堂时，他立马上演了变脸的大戏。在父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催眠和洗脑下，他的欲望像充了气的皮球一样急剧膨胀，野心像是疯长的荒草，早就占据了宋汉内心的每一个角落。他早就对世子的地位、国公的爵位垂涎3尺，虎视眈眈。如今父亲却要他放下欲望，回归平凡，你让他情何以堪？母亲挂了，父亲死了，在没有了铺路背锅干脏活的人选之后，在权力的诱惑下，顾不上吃相的难看，只能自己走向台前。宋宜春想要悬崖勒马，但宋汉却已经脱去了缰绳，被欲望吞噬了灵魂。宋宜春以爱之名，亲手毁掉了儿子。宋汉的确心狠手辣，先是冷酷无情地逼迫李咬娘自尽，再是在下狱的宋宜春发病，想要解药自救的时候，冷漠的一脚把药踢走。看着宋宜春在他面前痛苦地死去，宋宜春自认为全心全意地为宋汉谋划，却不曾料到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宋汉内心真正想要的，反而让宋汉将此认定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耻辱。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宋宜春自作自受的恶果。宋汉私生子身份暴露后，不甘心一生都低人一头，选择投靠意图谋逆的辽王朱佑廷，妄图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武举考试中，宋汉利用宋墨的善心，出其不意的反手一击，与宋墨同时抢到代表魁首的7面旗，得到皇帝的赏识，钦定为武举第一，授藤香位，赐松鹤宝剑。宋汉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对这样的结果仍略显失望，于是他向皇帝请求赐婚，希望通过联姻提升自己的地位。皇帝经过一番思量，将景泰公主朱荣英许配给他。可景泰公主朱荣英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子，对宋汉的为人嗤之以鼻，亲手用鲜艳的红墨题写本宫不嫁你，态度坚决，誓言不嫁，彻底断绝了宋汉的念想。万皇后为了离间苗安素和窦昭的姐妹情，向皇帝建议册封原是苗太贵妃旁支的苗家长女苗安素为安玉公主，将苗安素赐婚给怀远将军宋汉。同时，万皇后还别有用心地安排司正苏衍作为陪嫁丫鬟，入府监视宋汉，挑拨苗安素和窦昭的感情。苗安素本就对宋汉有倾慕之情，尽管他也隐隐察觉到这桩婚事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但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与宋汉成婚。只不过在外人眼里，这不过是英国公府出生不正的庶子，迎娶了一个商籍出身、身份低微的不入流公主。这样的看法深深刺痛了宋汉的自尊，使得他对宋墨和窦昭的怨恨与怒火愈发猛烈。宋汉为了获取苗家的巨额财产，故意在青楼中挑动董琦与苗安素的弟弟苗安平为了争抢女子而争风吃醋，继而大打出手。而他在暗中杀害了苗安平，巧妙地将罪行嫁祸给了跟苗安平打架的董琦。苗安平死后，宋汉假惺惺地劝说苗安素，只有当自己位高权重、手握大权之时，才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家人免受任何伤害。
被悲伤和恐惧冲昏头脑的苗安素轻信了宋汉的花言巧语，承诺提供大量的财物，全力以赴支持宋汉去拉拢各方关系，以助他谋取更高的权力和地位。辽王叛乱前，苗安素在窦昭的帮助下，得悉自己的弟弟苗安平竟然是被宋汉残忍杀害的真相，让他对宋汉彻底死心。在窦昭周全而细致的安排下，苗安素手持窦昭的令牌，从各地调集定国军坐船入京平叛。辽王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宋汉如丧家之犬般仓皇逃亡。遇到半路拦截的苗安素，被苗安素一刀捅死。宋汉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了人性本恶，双手沾满了蒋惠孙、李咬娘、宋宜春和苗安平的血，死不足惜。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原本的宋汉拥有顺遂无忧的人生，做一个英国公府备受尊崇的嫡子，过着令人称羡的生活，京中权贵子弟们眼中羡慕不已的对象。然而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那狠心绝情的父亲宋宜春眼中只有白月光李咬娘，被那畸形的情感蒙蔽了心智，变得丧心病狂，杀妻灭子不说，还非要让他跟他亲娘相认。宋宜春和李咬娘让他成了京中权贵眼里的奸生子，曾经所拥有的荣耀和尊严瞬间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羞辱和蔑视，沦为了一个被人耻笑和嘲讽的大笑话，承受着巨大的失落和痛苦。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大落差，无疑对宋汉的心灵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人生轨迹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最后惨死收场。